你知道吗？90%的花友，蝴蝶兰买回家后都逃不过3个死亡陷阱：浇水浇死，花苞掉落不开花，花败直接丢掉。其实蝴蝶兰不是不好养，而是很可能从购买这个环节就出了问题，这样一来，后面就算神仙来了也帮不了你。今天分享从选花到复花的全流程养护技巧，并且共享神奇的续命水配方，让你的蝴蝶兰从年宵花变身传家宝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分享蝴蝶兰续命的技巧，让你复花爆盆不是梦。1. 买花避坑，3招识破星期花陷阱。想让蝴蝶兰长久陪伴你，第一步就是从源头避开买到星期花。买花时，很多新手凭感觉挑选花卉，但结果80%的情况都是花到家还不到1周就开始黄叶掉苞，整株耷拉枯萎，这个就是所谓的星期花。其实买到健康的蝴蝶兰，方法很简单，一定要睁大眼睛观察3个细节，就能大大降低浪费钱的概率。第一招，看根系。健康的气根呈灰绿色，并带有一层银白色的外膜，说明水分充足，根系活力强。如果你看到根是全白的，说明已经脱水，而全黑则可能是根腐，代表植株状态已经很差。第二招，捏叶片。用手指轻轻按压叶子，健康的蝴蝶兰叶片应该厚实、挺刮且富有弹性。若叶片发软，边缘卷起，很可能是曾经受过冻伤，内部细胞已被破坏。第三招，茶介质。家庭种养建议选择保水性较佳的水苔为主，这种介质适合大多数新手控制浇水，而树皮虽然透气，但干得快，养护难度高，操作不当容易导致根系干死，更适合有经验的花友。各位花友，回想一下之前购买蝴蝶兰的时候，买对了吗？买对了请回复0，买到星期花的请回复1。购买到健康的花是成功的第一步，而养护技巧能决定它能走多远，它能开多久的花。2. 延长花期关键，打造黄金三角环境。只要掌握了黄金三角养护法，蝴蝶兰的观赏期可能会长到让你惊掉下巴，能从普普通通的15天延长到100天哦。这里所说的黄金三角指的是温度、湿度与光照的平衡。先来说温度，最适合蝴蝶兰生长的温度是18至25度。温度里面最关键的是白天与夜晚的温差，尽量维持在5度之内，这样能帮助花卉稳定的持续的开放。如果温差超过5度，就可能会出现花苞发育不良、提前掉苞、根系受阻、生长停滞。如果温差过大的话，情况就会更加严重，会出现只长叶不抽花梗或者花还没谢叶先黄的情况。除了温度以外，湿度维持在60%到70%之间最理想。如果你家里的环境偏干，或者冬天开了暖气，可以在花盆下垫一盘放了水的鹅卵石，帮助周围环境保持湿润。假如环境干燥的话，蝴蝶兰会释放一些信号，一个体现在叶，一个体现在花。原本挺刮厚实的叶子，摸起来变得松软、下垂，甚至出现轻微皱褶的话，是蝴蝶兰最早发出的缺失信号，常常被误以为是缺水，但其实是空气太干，导致水分大量蒸散，根系跟不上补充。原本好好的花苞看起来干瘪、发软，表面略显皱缩，颜色也会从原本的亮丽转为发黄或灰暗，显得毫无生气。湿度不够的花苞凋落通常是零星发生，而不是整串脱落，这就是湿度不足型掉苞特征。而光照则是90%以上的花友都会出错的地方。大家都知道蝴蝶兰喜欢散射光，那么具体是什么样的散射光呢？养护的花友就开始乱放了。其实摆放的位置是有公式的，最佳的位置是靠近南向窗户的1.5米处。如果蝴蝶兰的光照太强或者阳光直射的话，最常见的就是叶片表面出现水渍状斑块，颜色从淡黄到棕黄再到焦黑，或者叶片变红也是光照太强导致的。因为叶绿素被破坏后，植物启动自我防御机制合成花青素来抵抗强光，因此叶片变红也是光照太强的一个信号，一定要学会辨别。另外，当蝴蝶兰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直射光下，花苞虽然表面看起来仍饱满，但其实已经开始受到伤害。你可能会注意到花苞颜色逐渐偏红，甚至出现局部灼伤斑点，有些在掉落前还会出现干缩
发黑或焦黄的现象。与湿度不足造成的零星掉包不同，光照过强导致的掉包往往是整串脱落，或者集中发生在某一侧，尤其是朝向光照的那一边。此外，植株的其他部位也会受到影响，常见的伴随症状包括叶片泛红、出现灼伤斑，甚至形成类似水渍状的晒伤痕迹，这些都是光照过强的直接信号。此外，一些看似好心的行为其实是在伤害它，比如往花朵上喷水蝴蝶兰就一定会长黑斑。最后要说的则是最容易忽视的，蝴蝶兰一定不要放在水果旁，水果释放的乙烯气体会催化落花，加快凋谢。觉得我的三角养护法有启发的话，请给花花点个赞，点个关注。很多人以为花谢就意味着养完了，其实恰恰相反，花朵凋谢后的管理才是决定蝴蝶兰能否再次绽放的关键。只要掌握接下来的4步复状流程，就有机会让它再度抽花梗，甚至出现双花剑，重现盛放奇迹。3. 花后不等于结束，4步唤醒蝴蝶兰的2次生命。第1步是精准修剪。当花朵全部凋谢后，需要将花梗剪除，但不要剪太短，建议保留2到3个健康的芽点，以便未来从这些部位重新抽出花芽。剪的时候要采用45度斜剪，能减少伤口面积，避免积水造成腐烂，同时有助于组织愈合。第2步是换盆技巧。换盆前务必先将水苔泡水30分钟以上，让它充分吸水，柔软可用，避免包根过紧，影响透气性。在去除旧植料时，建议保留约1/3原基质，这些老植料中含有天然的有益菌群，有助于维持根系环境的稳定，帮助植株尽快适应新盆。第3步是营养复状。进入恢复期后，可使用花多多1号按照1:2000的比例稀释，每半个月施用1次，为根系提供温和而持续的营养支持。如果能同时加入 EM 菌、益生菌类，会进一步促进根系活力，提高植株整体免疫力，提升复花的成功率。第4步是度夏防病。蝴蝶兰在炎热湿闷的夏季最容易感染软腐病，尤其是在通风不良的空间里极易中招。建议将植株摆放在空调房内，并搭配定时风扇，维持空气流通，降低环境湿度，减少病菌滋生的风险，安全度过这一敏感阶段。当这4个步骤都做对，蝴蝶兰就有机会在休整之后焕发新生，进入下一个健康循环。而如果你还想进一步延长花期，让花色更加鲜艳持久，还有一个实测有效的特别配方，下面我们就来揭晓这个秘密武器。4. 叶背补水秘诀，续命水让花期延长2倍。这套配方的做法非常容易，准备500毫升凉白开，加入1粒维生素 C 片，再加入0.5克磷酸二氢钾，充分摇匀后装进喷壶中使用。使用时重点喷洒在叶子的背面，因为蝴蝶兰的气孔主要分布在叶背，吸收效率更高，而花朵本身要避开，不然容易因水分残留导致花瓣出现黑斑甚至腐烂。使用频率建议为每周1次，长期坚持下来，不仅能增强蝴蝶兰的抗病能力，还能让叶片保持油亮，根系也会更健康。我自己去年就使用这套方法测试了3盆蝴蝶兰，结果其中2盆持续花期超过90天，另1盆甚至抽出了双花剑，开得比买回来的时候还要惊艳。这个结果真的让我非常惊喜，也彻底改变了我对蝴蝶兰只能观赏一阵子的刻板印象。当然，配方只是辅助，最关键的还是你有没有耐心与它相处。在新叶尚未长出前，千万不要急着施肥，在它沉寂的时候，也不要轻易放弃。养蝴蝶兰其实就像谈一场细水长流的感情，要热情，但更要克制，要期待，也要等待。掌握好这个度，你会发现蝴蝶兰完全可以从短暂的年宵花，变成陪伴你多年的绿色传家宝。蝴蝶兰的养护并非一朝一夕之功，需要花友们细心观察，耐心呵护，掌握正确的浇水技巧，选择适宜的植料，合理施肥，提供适宜的光照与温度，防治病虫害，以及适当修剪与换盆等养护方法，才能让蝴蝶兰在家中常年绽放美丽花朵。以上就是为蝴蝶兰续命的一些小方法，希望能帮助到你。喜欢养花的话，还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有任何养护问题，欢迎评论区留言。感谢观看。
我们下期再见。